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以前有一个李其昌教授，应该已经退休了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是军人出身。但是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点名完陆续就到了以后，他就说穿拖鞋跟穿凉鞋、穿短裤的，你们就给我出去。那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，这个教授在教我们不是教专业而已，他在教我们对人的态度，对人对事的态度。当初在做这个除了笔记型电脑不断的在往外扩充以外，我们为什么要做新的事业？因为毕竟我们很快就做到一个巅峰，我们必须要去再开拓更多一点，员工才有前途，对股东也才有交代。那怎么去做？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说，那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出来，它需要这个电子业界大量的研发人员跟大量的制造水准去支持的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新的科技拿来做应用，我们会比较快，我们比新创公司还来得快，因为新创公司它事实上没有资源，但它有技术，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去全世界找这些新创公司，它有什么新的技术，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合作的，我们有客人的 base， 它有 technology， 我们可以去做量产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把一个新兴事业把它做起来。我们现在在讲说创新，其实我并不认为大家一直在讲创新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坐困愁城，你坐在那边想也想不出来，那其实不是创新，是要找突破。创新不一定要在你的地方。其实我在讲，我们曾经非常鼓励同仁去创新，所以我们有办很多竞赛啦或什么的，大家把创新的 idea 一拿上来以后，我发觉我 Google 了以后，这全世界已经在你前面做了非常非常多创新了。所以我们与其说我们要做创新，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再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做突破。因为很多人在做那个创新，他并没有成功，但是那些创新呢，也许在我这个地方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突破。我认为组织大到某个地步leadership 比 management 要更重要，去领导他们比去管理他们还重要。为什么说？你确定你的管理是对的吗？还有，你确定这些人需要管理吗？这些人远比你优秀。如果我用的人没有比自己还优秀的话，那我要想办法让他比自己还优秀，这样我才是好的主管嘛。所以按照这个原则，组织长再怎么大，你用这样的 philosophy， 让你的部属可以去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做的话，组织再大，它永远都是一个好的组织。其实我觉得学校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老实说，毕业以后在交通大学我在职场上有很多学长，有很多学弟妹，一起做事就有一个安心感。我知道你是怎么被养成的。我其实要讲的是说，你毕业以后做事当然是一件事情，你不会做事，大概也没有好的公司要你。但做人其实更重要，怎么样在一个团队里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那才是成功的最主要原因。我今天有办法在这边接受你访问，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人方面，我觉得我学习了很多，我也受了很多教训，我也学习了很多。我觉得这是学弟妹可以参考一下。